大家好，今天的日期来到了2025年10月8号，我们好久不见的阿威今天又来到了线上，我们直接来邀请阿威来为大家做开讲。Hello，老板喽。Hello，好，我要挣扎完了，我要正式来面对荧幕了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台湾的伙伴，然后是传心团。那目前参加童军已经22年了，对，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参加。那这一次是分享自己去自助旅行，因为今年刚离职之后，就觉得我需要出去疗养自己的身心所以就出去玩了。那这一趟去了27天，等一下会提一些前因后果，然后分享一些照片。那有好奇的人都可以直接打开麦克风来问我问题。这一次是原本只是因为我的朋友说他要去黑布利山，然后就问我说：“要不要一起去？”我说：“好啊。”然后我们从去年底，我就问他说什么时间我们要开始买机票之类的。然后我的朋友就很可爱，他就跟我说：“我劝你早点去，不要跟我同一个时间去，因为那时候黑布利山开了，会很多人买机票会很贵。”于是我就开始往前找机票，然后找一找就好。我从大阪飞，然后就突然想到我有一个朋友，他说以前他都没有自助旅行过，他希望有人可以带着他自助旅行，所以我就问了那个朋友，他就答应我说好，那就跟我去大阪，先去玩个几天。那等我跟原本这个朋友会合，他就回去，然后我就继续接下来的旅程。哎呀，主角来了！因为我要去黑布利山的那个主角来了，严蛋蛋。哦，蛋蛋拍摄我截图了我们的对话。总之呢，我就买了从4月14号飞的机票，然后5月10号才回来台湾。那等一下最后会再说总共花了多少钱。好，那出去玩嘛，总是跟人之间一定会有磨合，所以就要注意的是被旅伴带着走，要注意什么事。那我的旅伴他是属于比较特种兵行程的，那当然他有讲说他会怎么安排行程，他是属于早上我们起床马上出门玩一整天，走一整天，到晚上7、8点才会回来。所以我们基本上在外面就是直接12小时。那早餐的部分就要前一天先买好。午餐的话，我这位旅伴比较不会吃午餐，所以我肚子饿，我会一直跟他说：“拜托让我买东西吃，我要吃午餐，不然我真的很饿，我会受不了。”对，那这些底线还有自己能力值到哪里，是每一次旅行才会累积出来，更认识自己的部分。那在下一次的旅行就更知道自己有什么事情是可以接受的，有什么事情是可以调整，或者是有什么事情是要在训练的。那也可以跟旅伴讨论说，什么样的方式是我们彼此是比较平衡。那有些状态，他如果接受，那我们就可以一起行动。那我接受或是不接受，也可以提出来跟他讨论。那我们就可以去找到折中方案或是其他的方式。对，好，那我刚刚有说我是提前出发嘛，所以我是带着这个男生朋友一起出门。他第一次自助旅行，所以当然我也会问他我们的行程有没有什么是他太 OK，或者是他的体力如何。那还好他比较好配合，是他没有什么预算问题，所以也没有认床认厕所的问题。他就可以配合我的方式去安排吃住玩的这些部分，只是他没有预料到，答应我去大阪这一趟呢，因为我们行程有点疯，所以我们从第一天就走4万步，第二天、第三天、第四天都还要再走2万步，他从第二天就开始脚酸了。那他
之前出去旅行最多出国只有去5天左右，所以他就跟我说，他大概是5天左右就会觉得玩的差不多，想要回台湾。那这次我就问他说，你要不要挑战看看到8天左右的状态？那他说好。那于是我们就把8天排好排满。那画面里面可以看到我穿浴衣的那张是还有一个女生伙伴，她是我们传信团的伙伴。那她3年前跟日本人结婚，现在就住到大阪那边，所以我这一趟呢也是特别有去找她，顺便把台湾的食物给她，一解她的思乡之情。好，那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我这一趟的是从大阪开始啊，这边挡住了有点黑黑的。对，我有查了191个地方，可是我没有全去啊，有一些就是想去的地方，至少我全部列上去，我在自己的弹性时间可以决定要不要去。那我是从大阪出发之后到名古屋，然后去立山黑部，先到飞陀，然后再上去到这边松本，然后再滑回名古屋，再下来伊势鸟与志摩。然后我跟就是约我的那个旅伴分开，他就回台湾，我再自己继续前往富士山周围，然后晃一晃之后再去东京。对，所以总共27天。对，看这边就可以看得到，从这边开始坐车，然后再坐上去，下来，然后再过去。好，我这一趟呢有用到的车子，巴士，电车 JR， 然后在富士山那边是自己租轻档车，基本上这样。然后去东京之后，我的 homestay 爸爸他是有开车载我一下，对。然后27天，我做了什么都在这里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从大阪这边开始玩，第一天会4万步，是因为我们从台湾半夜2点汇合，然后去桃园机场，然后就到日本之后放完行李，我们就直接开始晃我们的行程，我们没有休息，然后就一直到晚上，所以第一天就直接4万步。第二天是先去黑门市场当了盘子，吃了有点贵的海鲜。好，拍这蛋蛋，我没有刻意 cue 你啊。我的旅伴刚刚密我了一下。那因为万博是今年才在大阪嘛，如果下次要在大阪，可能也是几十年后的事情，所以这一次就特别跟我的男生旅伴讨论说，今年有大阪的万博是期间限定，你想不想去？如果有你想去看的，我们再安排进去。因为在这之前，我们已经安排了4月16号的环球影城。环球影城整天走下来也是至少1万到2万步跑不掉。那我男生旅伴跟我讨论完，他觉得想去，所以我们就塞进去了，连着一直走路的行程。好，去完万博之后，隔天就去环球。那万博是迪士尼的3倍大。所以去完万博再到环球，会觉得环球其实相对比较小，比较容易玩。那很考验我们自己的脚底板啦。那我的旅伴他就是腿很酸，脚底也有点酸。对，好，4月17是我们自己的放假天，所以我就跟我们团的女生伙伴，我们去喝了咖啡，大阪城，然后晚上去空庭温泉。那为什么我会特别写出来是空庭温泉？因为疫情期间我做，疫情期间我刺青，那刺青在日本要去泡温泉是相对比较有难度的事情，所以我就特别查了哪里可以接受有刺青的人去泡温泉。空庭温泉它是属于观光客比较多一点会去泡温泉的地方，它还有卖刺青贴纸，所以它的要求是你贴上他们卖的刺青贴纸，
就可以去泡温泉。那外面有一些老牌的饭店或是老牌的温泉，是不管你有没有贴贴纸都不让你进温泉。所以这一趟我就是只泡了这个温泉，但至少也开心。那一天我男生旅伴他就是睡好睡满，再起来去买个 Donkey 之后，才来跟我们泡温泉。然后18号我们就移动去名古屋跟我的女生旅伴会合，准备我们19号的旅程。那19号我们就去合掌村，然后再来是飞驼古川季啊，它的字跑掉了，那个驼应该是下面的字。对，季节限定，古川季只有在19、20号，4月19、20号会有，每年4月19、20号，所以就趁着时间赶快去。好，那这段行程呢，从19到27号都是我这个女生旅伴规划的，我就是配合她，她怎么走我就跟着走。我自己是觉得这个行程我是 OK 啦，所以我跟得了。但如果是我那男生旅伴，他就没办法这样子走的状态。所以大家自助旅行的时候是要考量一下自己的体能状态，跟怎么样的方式是你舒服会接受的。那重头戏是黑布利山，等一下可以给大家看照片。那后面我们就去了伊势鸟语志摩，那边靠海。所以就有很多跟海相关的展示啊，还有水族馆。我们那一趟就去了3个水族馆。那还有一个特别的是珍珠岛，就是日本他们产珍珠是很多数从那个珍珠岛那个区出来的，所以还有一个珍珠博物馆在岛上，就告诉大家这段历史跟怎么样做成珍珠养殖业。后面28号开始就是我自己个人的行程。那这一趟来日本，当然还是要跟日本的伙伴、好久不见的人见面，所以就找了以前有在名古屋滑雪的时候认识的从军伙伴们碰面。然后我去看看富士山，看完之后我再去东京找我15年前的接待家庭爸爸妈妈碰面。本来就只是想说碰个面吃个饭，然后他们今年又是很客气的说，如果愿意他们家可以借我住，所以我就去蹭了3个晚上，感谢他们让我省了最贵的3个晚上。因为那时候遇到日本的黄金周，就是日本人大放假，所以房价直接翻倍。好，出发前就还是要做功课。那我也是把男生旅伴抓出来讨论，毕竟他是自助旅行的新手，就要让他知道会发生什么事，跟我们要准备什么项目，才不会到当地有些东西看了一知半解，然后也不一定有人可以马上协助我们。那我这一次使用的是那个 Wonderlog 这个 app 帮我做记录，我以前都是用 Excel 自己慢慢打。好啦，那就旅程照片从边开始了。我们先到大阪，对，就是该踩点的我都会踩嘛。但这边就是万博的照片。万博今年的主题是对未来的想象，所以各个场馆他们会把对于未来的看法，不论是能源资源使用，还是地球的人要不要做转移，全部放在他们场馆里面去做呈现。那也有一些是美感的部分，对，就蛮有趣的。我是在开幕式第3天去，所以那一天是全部的展期里面人最少的一天。那天算逛起来蛮舒服，只是早晚的温度都蛮凉的，再加上那边靠海，所以整天是风一直在吹。不好意思，
哦，好，然后我的环球影城，我们那天早上6点半就开始排队进第一个关卡安检，然后再排进去入口，然后再冲刺去先不用整理券的设施。我们就从早上6点半一直待到晚上9点半才回去住宿的地方。所以这边中午你们就看得出来，我的旅伴其实已经有点想睡觉了。然后我们就哈利波特，然后还有什么？马里奥，反正就是基本上特别抢手该玩的都有玩。然后这里是去大阪城，然后这边就是我刚刚有提到的刺青贴纸去泡汤。那它刺青贴纸贴起来效果就长这样。的空庭温泉，它设施有餐饮、玩游戏、大头贴机跟几个温泉的部分都可以使用，它是一整栋的。嗯，那这一个是玩福咖啡厅，会特别放出来，是因为它从昭和时期就在。那我朋友他一直很想去，但就没有找到机会，所以就我们两个就一起去吃吃看。它里面的餐点都是用昭和的方式去做大小的尺寸啊，或者是口味上。那昭和的吐司三明治有一个很明显的特色是，它会把它切成方块状，因为那个时候的艺妓比较盛行，那方便这些艺妓可以小口小口的吃，所以都会把食物切的比较小块，让他们优雅的吃掉。这间咖啡厅它还出了蛮多周边的小商品，像这一组是可以跟他们购买盲盒，然后就慢慢凑成一组咖啡厅。那他们也有跟角落生物合作，所以也有做专门他们的服装的角落生物，也可以买。然后下面这一台是近铁电车，它是从名古屋开去，不，名古屋到大阪之间的车。那这个车它蛮新的，也蛮不错。那里面的设施还有可以泡咖啡的厕所一定有。那如果坐车头，你就会看到旁边的风景都很漂亮。好，合掌村很多人是冬天会去嘛，所以就会看到那些草屋上面是充满着雪。那我们这一趟是春天去，所以有些雪融，但是看起来景色算蛮有趣的，你就可以看到茅草屋原本的样子。那它是世界遗产，那时候我们就会抓神奇宝贝，所以我们就打开画面就可以拍照，还蛮可爱的。对。那日本的法规而言，现在不能再盖茅草屋，所以当这些茅草屋真的坏掉，它就直接坏掉。这些世界遗产合掌村的茅草屋，现在有几间就是几间，那渐渐的它一定是会越来越少。那日本的法规不能再盖茅草屋，是因为它不具防火效果。现在他们讲求建材都要有防火效果。所以那边的茅草屋，就是在比较容易被参观的路上，都会特别标注不要用火。那如果要去那边参观的人，也要注意，不是每一间都可以走进去，他们只有某几间房子是有合作开放给游客能走进去，那有的要收票，因为毕竟那里还是有人住的聚落。所以不能随便开门走到人家家里，会吓到当地人。嗯，好，那刚刚有提到季节限定的古川季，每年4月19、20号会有这个古川季。那我们去呢，马上就是人挤人，全部都在那边一起看祭典。那他们是会有扛着大鼓的轿子跟小鼓的轿子，然后就有点类似要
驱除不好的东西。那在扛这些古教之前，他们会有祭司唱祝祷词，就是祈求今年的状况更好。那在唱那些祝祷词的前后的空档，这些扛教的队伍呢，就会把这些怎么说啊？这一根一根很像大型棉花棒的东西，就是拿来扛古教的杆子，他们就把它撑起来，然后大家会轮流上去，有点类似表演很厉害的平衡。对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你们有话想讲、想聊天，就自己开麦克风，不然蛮安静的。我们那时候是在那边很想要舒服的看，但没办法，真的前前后后直接是人全部夹在一起。那我们男生旅伴很好的是把我跟女生旅伴死命抓住，不然我们就会被挤走。好不容易前面的仪式结束后，他们开始扛轿到处移动，然后我们就跟着他们在这个小镇上，就边走边看他们移动。那这个是他们隔天要使用到的大型，另外一个我要怎么讲那个专业用语，我现在忘记，反正就是可以看一下这里这边有不同的花纹，代表他们有不同的团队。那他们每一个团队都有属于他们的高的轿子，这样子会长这样啊，它叫乌台啦。可以看这个图，只是隔天我们没有看到，就一来是错过时间，二来是下雨天，所以乌台就没有，我们就没有看到乌台出来。到飞陀高山那边啊，高山镇屋里面展出的是高山跟飞陀的相关历史还有文物。以前飞陀是一个国，它是真的就是一个国家，它不是属于怎么说？现在一整个日本是一个国家，但是以前日本上面是有很多的国，那飞陀是一个国，所以它里面写就有放的东西跟写的历史是飞陀国前前后后的发展，然后跟谁打仗，谁是厉害的政治家，然后树林的部分，他们林业很发达。所以有很多林业的处理跟出进口之类的。那飞陀有名的是飞陀牛，那飞陀牛很好吃，所以这个一定要去试试看。然后在那边也有遇到当地的女童军，他们在募款，就为了他们另外一个类似和平计划的在募款，然后就过去跟他们小聊2句。他们说有认识台中的团，跟台中有姐妹团。对，有机会的话，可能之后再看看有没有办法去交流吧。好，下面的照片是我们去立山黑部之前，要先寄行李，不然我们就变成要自己扛着行李走完一整趟的黑部立山，会比较累。那这个寄行李可以从车站请他寄到松本车站。我们是从富山出发，就是富山继续松本。那也是一大早5、6点那个时候就要赶快去排队，才来得及赶得上要去立山黑部的交通。那时候超级多人的，光寄行李的，我们看过去70、80个人在排队吧。然后早上就还有一个小插曲，我的外套口袋实在是太大了，我护照放在口袋里，但是他自己滑出来到袖子，他卡在袖子，我摸不出来他在哪，所以就还找了一下护照，还好有找到，就感谢旅伴帮忙。好，然后今年的雪墙是16公尺高，比去年还高，听说去年才13还是14公尺。
我们算很幸运，我们去的那一天车子是都有通的。我们上去之前，一开山是18号开山，17、18号开山的时候，然后开山的前面2天半都是下大雪，所以就算开山了，买了票的人也上不去，除非你留的时间够多。他们就等了2天半之后，才终于上去看到这个大雪墙。那我们去的那一天是都通畅的，所以算很幸运。对，上去是有海拔高，所以我带的小泡芙它就有压力关系蓬起来。对，好，这是第3黑部的要搭交通的部分。我们从富山出发，所以会先搭铁道到立山站。那我们是从台湾的旅行社先预定那个交通票的，怎么说？反正有一张纸，一张证明，然后我们要去换票，才可以好好的使用这一段路。当场买票也可以，就是要在立山站这边排队去买后面这一段的交通票。对，建议可以先买好。再来就会做爬升，然后就看山、看雪、看水坝，看不同的景，再下来，那中间就会换这些交通工具。那过程中他也会介绍说，哪一个隧道花了很多的人力，花了几十年才终于开通，因为那边的岩质不容易炸开，然后一炸开呢，四周又是水，就很容易淹进来，所以变成工人要不怕水，或者是来得及被救出去，不然工人也是一直我个人觉得有点被当成消耗品啦，但至少他们为了这个伟大的工程，就还是撑下去了。对，要完成中间的工程是很不容易的。好，这里就是大雪墙，我们还坐在游览车里面过去的时候，可以看到这边雪都还没有融。那这边呢是他们测量的墙壁，他们就从12月开始测，然后测到多少是几月几号，然后他们都有用胶带做标记，所以就可以看对应的胶带标记是几月几号去测量出来的。这个绿色12月23、12月29，这边1月22、23，这样子。他们就这样测量了几公尺高，然后一直量到刚刚的那一面墙有16公尺高，今年最高点，然后牌子就把它放过去。然后去完黑布利山，我们就去走上高地。上高地，最近有另外一个朋友才去，他去的时候是看到这一区春秋的景色，就比较绿红一点。那我们去的时候是4月，还是有雪的状态。韶岳它是2455公尺，那附近也是很多的山峰。对，我这边就代表性的放一下图。那它其实是很长一段路，你可以一直往后走，往后走，然后走到下一个部分，然后看那边的景色跟某几个自然的点，然后再继续往后走。那路途中间，我们去的时候因为是还没雪融，所以不太会有熊出来。那最近去的朋友，他们路上就会看到有熊铃，就是预防熊要出来，就可以去先摇一下那个铃，告诉熊有人类要经过。好，那这边是中本的部分。我去看松本城，那松本城通常日本里面每个城就是放那个地方的历史发展，还有那时候城主是谁，他们的派系如何，然后有什么武器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。有时候也会放一些男性
跟女性的分工的工作是什么。然后城的最上面也是可以看出来这个城市的风景。那下来的时候就有遇到他们的工作人员会打扮成武士忍者，很多职业，所以就跟他们合照了一下。好，那会放这3张是因为我觉得日本的行销很厉害，他们原本有玉珠印嘛，那现在就出玉成印跟玉传印。玉成印是你只要找得到哪里可以买，基本上直接能买。那除了有一些城，它是说你要先去登城完毕，出来到它后面的店面，你才拿得到。就是登城后的玉成印。那这个很可爱，他把城做成机器人的样子，还做不同版本，对，强迫收集。好，那这个是水沟盖卡，全日本都有，它是免费给，只要你找得到哪里可以领水沟盖卡，你就进去，然后它按人数发放，它也会跟你同时做登记，说，请问你从哪个国家来？你们有几个人？对，就有的是观光案内所，就是旅游资讯中心，那有的地方是某些公家办公室，反正你看得到，你敢走进去，你就可以进去看一下有没有这些卡片能索取。这个也是松本城的机器人卡，然后它是收集完整套的话，你可以把它当成游戏卡牌在对打的。然后这边是我们搭的电车去伊势鸟语那边，他们跟水水塔合作，就当他们那里的吉祥物。那日本现在有很多的县市跟不同的动漫角色做合作，那有一些也是有水沟盖啊，然后或者是吉祥物都有，就吸引喜欢动漫的人也去这些城市收集他们的装置风景。这里是夫妻岩，在伊势那边。对，所以很多是夫妻过来这边参拜，那他们就这边要2颗石头的。那很多神社有属于他们自己的寓意象征，那就可以去看看。这一只是其中一个水族馆，他们里面有的表演，动物们都是蛮聪明的，看起来都没有被虐待，所以请大家放心。好，去了那些点我去了3个水族馆，那反正意思意思我就放一个。好，去了这么多地方，除了跟自己的旅伴们去共同安排想去的地方，过程中还是需要有一点自己兴趣所在，才会比较有动力嘛。然后再来是好不容易去了那边，总是想要收集点当地才会有的东西，所以玉珠印是我想收集的。对，Benson 也有收集，我知道。嘿，这个是难波八坂神社的春天版本，它的春夏秋冬是不一样的颜色。然后这个是丰国神社这个是普通版的难波八坂神社。这个是大须观音。我以前去的时候还没有收集，那这次去就去跟他们拜托个玉珠印。有的人可能不知道玉珠印是什么东西。我找到的说法是说以前这样说好了，台湾的拜拜的场合是有投香油钱，然后也有还愿的习惯，但是日本没有还愿这件事情，那他们也没有特别放一个香油钱的地方，所以要这些神社寺庙存活下去的钱要怎么来？
玉珠印就是他们其中一个办法，就是你们去参拜完之后，给玉珠印的这个费用，他给你这个玉珠印作为你参拜后的证明。那他们有收到像有钱，那你也有收到你参拜过的证明。对，这是我找到的说法。那现在日本的玉珠印就越来越多种了，所以可以看到这边也有，它是宣纸刺绣，很漂亮，但是我很难贴上本子，我觉得贴上去会有点可惜。是住神社，对。那有的神社他们因为太多人参拜，所以就变成直接先印好公有版本，日期当天再写。我还有其他玉珠印，等一下可以再分享上来。对，富士山的也蛮特别的，我刚刚还没贴。好，到富士山环节，我去富士山之前做的功课调查是，我查了每一年的那一天日期下雨几率有多少，来决定我到底要不要去富士山。因为我看了我的4月底5月初那几天，如果我要去富士山，我要哪一天前往，还是那几天下雨几率偏高，我就都不去。因为最不会下雨的季节是冬天，可是我就春天才去啊，那春天有一半的机会在下雨。好，那还好，我去的时候4月30、5月1都是晴天，只是4月30我是中午才开始我的看富士山行程，那5月2就下雨了。算是很庆幸有让我遇到晴天的状况。那4月30我先去租了机车，我去租了这台轻档车。那有的人会问我说为什么不租汽车？我独旅其实租汽车的对我来说啦，我不常开汽车，那我一个人要开的汽车到处跑，然后要找停车位什么的，就还要多花心思去思考这件事情。那我比较常骑车，所以我就选择租轻档车。那轻档车的机动性比较高，唯一小小困扰是日本没有特别画机车停车位，所以骑到某些地方，我要找哪里可以停机车，就先看停脚踏车的地方。如果停脚踏车那边不是只停脚踏车，是有比较宽广空地，那就可以停去脚踏车的附近空位，或者是有当地人直接看到我，你要停车，那你去哪里哪里，那我就直接停过去，这样。好，那4月30那天我就有跑了几个点，那我没有特别贴照片，等一下要看我可以再放上来。那这个富士山的倒影这一张，我是5月1号早上5点多爬起来，骑到这个地方6点，赶快拍，就还好没有什么风。我在拍完照不久后，鸭子就开始滑，水风就开始吹了，然后变成比较晚的人就会拍不到这么干净的倒影。那早上带着早餐去，所以我就坐在机车上，这样子边吃早餐边看富士山。然后晚一点呢，我就骑到本栖湖那边。我从河口湖骑过去，也骑了快1个小时，而且路上是蛮冷的。就看我穿这样就知道，其实偏冷。那中午的太阳大约是20度，20几而已，反正不到25。然后下午有乌云出来，又加上风吹，气温大概是12度到10度。那还好是骑过去，然后骑过去之后，就大家都会想要找角度拍照啊。会放这个是因为这是富士之樱，正好有开花的季节是在4月份，所以我才特别骑车过去。以前去都是
去过的时候是7、8月，那这次去的时候春天，那它正好开花，就我觉得好，不要错过，就去吧。那进去就遇到大家找角度，自己拍照或是帮宠物拍照。我就看这个彩彩主人很有趣，他就一直在帮他的彩彩拍照。然后他的彩彩也是很会上班的彩彩，没有拿零食出来是不会微笑的彩彩。我就从侧面帮他拍了照片给他主人看，然后他主人就一看就是哦，卡哇伊，我懂，他要我再拿相机帮他的彩彩多拍几张。我就好，我就帮他再多拍几张照传给他，然后他就很开心的拿到了照片，然后他的彩彩一拍完照脸就不会笑，好专业，专业的才就是没有给他肉条不上班。OK，好，就好，我很有想趣。想要请教一下，这个画面很漂亮，好了，因为我看你接下来你还有到5月10号嘛，对不对？5月9号，那你这样后续还有多少时间？我们要那个吗？有着下一次吗？现在是44分，9点44分。哎呀，我快结束了。然后你快结束了，OK，对，好的，好，好，然后5月3号那天下雨，所以我去参观了富士山的世界遗产中心。我觉得如果天数多一点，其实可以先去世界遗产中心，因为里面有蛮多富士山相关的介绍，甚至连怎么判断云长什么样子，就可以知道那天的天气状况如何，他们都有放在里面。然后还有登富士山的不同路线，你可以选择什么样的路线，然后还更多的是以前有一些聚落在富士山附近嘛，所以相关的历史也有，就还不错的一个介绍中心。而且我放这个，它有灯光会打上去，然后定时一段时间就会灯光效果变化，等于是一场灯光表演。对，我去东京之后就开始耍废了。所以就去看展览啊，去东京哈利波特影城。那上面这个展览现在应该早就结束。我觉得它很棒的是，它叫做 Art Design， 它是利用各种的声音形容词让你去认识日文。那这里就有很多互动式的体验，对，像走路这个是他要你走几个路，几个步伐，然后会把每个人走路步伐的拼在上面，形成一个动画。那旁边这个是点心或者是食物，你可以选择你要的尺寸大小，看起来熟的还是生的，水果多点少一点之类，然后它就会一直有声音告诉你你现在选择的撞声词是什么东西。然后日本呢，动漫很多，所以我就去晃了他们有一个东京的动漫类似中心地方，正好进去有我推的孩子最后一天展览，我就晃了一圈。对，那哈利波特这边我觉得蛮值得的是，东京的互动性比较高，而且可以好好的体验，就不会有人在旁边挤你赶你。好，这边如果有要去旅行的，请善用套票，才不会说突然想到什么要买什么，就发现不知道该怎么买，或者是衔接下来其实花太多的时间跟太多的金钱，所以请善用套票。这个是疑似鸟语字模，谢谢我的旅伴查到这个东西。那这趟我说跟同居伙伴碰面嘛，然后这是名古屋的伙伴，反正还有团长的。对，那这个是我们台湾去日本生活的伙伴，然后跟他老婆，他们最近结婚了。然后这里是我的 homestay 爸爸妈妈姐姐。我是2010年去日本的全国大陆营后被他们接待，后面他们曾经2016年有来我们团的大陆营碰面，中间就都没有碰到面。然后这次我就想说，好不容易我会看的日文多一点点了，我真的要去找他们。
然后就再联络上，再去跟他们碰面，就是算蛮感动的啦。那就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再去找他们。然后他们接到我的隔天就说：“哎，我们家附近的神社，要说神社啊，不对，那是叫宫。他们有办祭典，那我们一起去祭典，因为团长的孙子也在参加童军团，然后他们童军团有摆摊，这边很可爱 ，Boy Scout 哦，他们有分男生的摊位跟女生的摊位，好，上面就是他们的志玲童军，然后孙子在里面，对，就会看到团长他们的爷爷奶奶个性，手机拿出来开始拍孙子，很可爱。然后也顺便把我介绍给就是他孙子团的团长。这个是另外一位在东京的团的团长，对。这位团长他70几岁，可是都很有精神，然后也是每次见面就会先送一堆史努比童军系列相关的小物品，是一位很友善、很和蔼的妈妈。然后那几天就有遇到台湾祭在晴空塔上面办，所以我的 homestay 爸爸妈妈他们就说，很想去吃台湾祭的东西，我就陪他们一起上去吃。然后上去看才发现，哇塞，还有那个我们以前的大鸡排，B店大的大鸡排，现在台北都找不到大鸡排，在日本居然还可以买。然后在那时候也有一个算是时间限定的东京都厅外的光雕秀。现在也没了，然后那时候就有钢弹的跟哥吉拉，然后就抓着妈妈陪我一起去看。好，那我整趟下来27天，我所有机票什么什么的，我大概花了快96000台币，我连纪念品费都算进去了。好，大概是这样。那大家还有想看什么或者想要问问题，就请直接来吧。好了吗？我看到我朋友偷跑走了。雅婷剪头发。没有，雅婷剪偷跑走啊！我刚刚有一个圈外的朋友，他有一起进来听。OK， 还是他是听到说要拍照了，就赶快有可能稍闪一下是吗？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就直接来拍照喽。好，等一下，稍等一下，3、2、1 ，OK， 好，太好了。谢谢观赏贝学院讲座，喜欢请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请给我们鼓励及支持。